各位朋友，郭德纲这个事情啊，其实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将会是非常危险的啊！大家都知道，我的频道呢一向以这个理性、公正啊来这个评价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些大事儿，对吧？这两天呢，这个有一些打了鸡血的啊，那些这个极端的二极管跑过来骂街，我也毫不客气的都给他骂过去了，是吧？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圣母婊说，哎呀，你怎么老骂人呢？你还骂人家什么底层穷人之类的。各位，我这不是说歧视，谁都是从底层上来的，除非少量的那个含着那个金汤匙出生的啊，那么非常少数，大家呢都是从底层奋斗上去的。可是呢，我这个话不是歧视，我只是描述一个客观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各位，你们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啊，我所抨击的那些人，比如说我说独轮运、反共、必脑残，这些人呢，要不就是精神有毛病，要不就是脑子有毛病，大部分两者兼而有之。这句话呢，套到那些鸡血的二极管身上啊，也是同样适用的。因为人一极端必脑残，这种精神和智力都稍稍有毛病的人，他绝不可能摆脱社会底层，绝不可能得到温饱。我只是描述一个客观的现象，虽然这个有点扎心，但是你来骂我，那我肯定是用最扎心的话来回击呀，是吧？那么有人说你是这个郭德纲的拥趸，你是他的粉丝，真不是啊！我几乎不听相声，我只是客观的评价这个事儿。有人说你就是护着郭德纲，是吧？我护他干嘛呀？当然也有人给我留言说，浩哥，郭德纲移民澳洲了。确实他在10几年前我就知道在澳洲人家都买了房了，而且那个旁边的那个邻居还有给我留言的粉丝，他给郭德纲搬过家都能证实。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我也没说郭德纲是个爱国者呀，对吧？这个爱国和恨国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群体呢。你说郭德纲是不是公知啊？他早年的一些这个相声里边确实有这些内容，而且说的话现在有的时候听来还是大逆不道的，对吧？你说他对中国社会有没有怨言啊？因为他的德云社是说相声的，受到了最近越来越严的这种文艺演出的政策的这种桎梏，他肯定心里也有怨气，也肯定有对社会不满的地方。但是你要说他是这个什么反党反社会，那就有点过了。至少咱们从他目前的这些言论上看不出那么大的罪过来，对吧？有人老是抓住他说那改红歌就是大逆不道。首先我给大伙说了嘛，他改那个红歌，首先他不违法，没有法律说不让改红歌第二呢，他改那个红歌，你说他是诅咒这个太阳落山还是诅咒紫禁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些人就很有中国的那个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遗风。有人说我认为文革是那个正确的但是中国政府可不认为是正确的你要是作为一个爱国者的话，你就得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对吗？你要跟党中央不保持一致，那你不是爱国者，你是反贼。我说这个话没毛病吧，各位当然就是统一思想，文化领域也不能乱不能受这种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当然这里边得有个度。还有老有人说这个郭德纲就是这个临时起意什么讽刺中国社会和政府。其实呢，我给大伙说了，我不是替郭德纲来说话，我只是说客观情况。郭德纲在过去的10年20年里改编过多次的这个铁道游击队的队歌，而且呢在过去的10年20年里，那个时候这个文艺演出的氛围没有现在这么严肃的情况下，相声界的这些大家们，包括
反三俗的姜昆，还有一些大家，什么包括李金斗之类的，在这个中国的官媒上，甚至是中央的媒体上，都改编过红歌。而且你要是按照现在套郭德纲的这个路子去套的话，他们是更加的大逆不道。请听姜昆、李金斗、杨坤和郭德纲改编的红歌。滚光嘅野蛮，真改改，静寂寂，海风把滚乱，轻轻的摇，轻轻的摇，年轻的水兵，头针举把头，我头发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海风来个吹，海浪来个摇，这气音上来了。两行的水兵多么辛苦，辛苦为他做个老毛个围袍，老毛用我的个水兵怎么样？好好焚稿，哦，焚稿啊！谁管你？娘的眼泪好像那猪眼儿青，眼泪也是酒。点点洒在儿的口中。娘，哎，你带着你，谁让你叫我这样拿我开心喝，再喝就喝死了，死了都喝，死了都喝。娘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造酒厂，将儿的脑袋对着酒缸，我和儿俩。明白吗？今天呢，我就想给大伙儿来聊聊，其实这个事情呢，我感觉到比较遗憾啊，我感觉到这个比较危险的一件事在哪儿呢？中国绝不能再闹内乱了。郭德纲改编的这个《铁道游击队》有一段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悲惨历史，我们要以史为鉴。你们知不知道《铁道游击队》这部电影以及它背后的创作团队的悲惨的遭遇啊？很多年轻人不知道1956年版的《铁道游击队》这部电影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啊？你查一下就知道，在抗战时期，山东枣庄的铁路煤矿工人组建了铁道游击队，人称飞虎队。他们熟悉铁道，身手矫健，常常趁着黑夜飞身跳上飞驰的火车，抢夺那个日本的枪支粮食，破坏铁路，打击侵略者。打完仗就躲进了微山湖的芦苇荡，隐藏起来，所以才有那首插曲：西面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老百姓冒着危险为他们通风报信儿，掩护战士。面对敌人的反复围剿，队员们不畏艰险，勉强战斗顽强战斗。这个小小的队伍扰乱敌人的运输线，还护送干部刘少奇、陈毅等冲破封锁。抗战胜利时，他们迫使日军的铁甲部队投降。微山湖的那首歌谣就是歌颂着他们英勇的故事。现在这部电影是抗日英雄的电影，听这首歌是著名的红歌。可是呢，你知不知道60年之前情况大不相同啊？在文革期间，铁道游击队可是被打成了大毒草啊！小说的作者及电影的编剧刘知霞，他们被扣上山东唯一的黑线头子的帽子，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他们，报纸上也有刊登整版的批判文章，被关进牛棚，多次公开批斗，游街示众，遭受殴打，大量手稿、战地采访资料被抄没销毁。那么为什么他们当时被如此的批斗呢？说出来可能举报郭德纲的那些人都要冒一身冷汗，主要有2点。第一，就是郭德纲唱的那句歌词儿，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在那个年代他居然敢说太阳快要落山了，就这一点就够批斗10回的。另一点更要命，就是他在电影中护送的干部居然有刘少奇，刘少奇在当时被批斗的很惨了，这部电影居然还要掩护刘少奇，这就加重了刘知霞作者的罪名。刘知霞不堪折磨受辱，他半夜用床单拧成绳子从3楼窗口逃出，隐藏到铁道游击队里方林嫂的原型刘桂清的家中避难，多次辗转转移躲避红卫兵的搜捕。他后来还写了一篇方林嫂来记录他辗转逃难的经历。后来他还是被抓了，下放到泗水茶厂劳改，文革结束后才平反，铁道游击队也才能重新发行。除他之外，这部电影的导演、主演、配角等人都被反复的批斗过，其中饰演政委李正的冯哲是上影厂的大明星，文革中因此遭到残酷的批斗，关押。1969年含冤离世，年仅49岁。饰演鲁汉的邓南也是重点的批斗对象，无休止的游街，人格羞辱。1968年投河自尽，终年52岁。导演赵明被打成黑线导演，反复批斗，关牛棚，长期劳动改造。女主角方林嫂的扮演者秦怡也遭到批判、写检讨、劳改，还有其他很多的配角、反派的演员都遭到了反复批斗、下放劳动。只有主演曹慧渠因为是部队的话剧演员，是借调过来拍戏，文革中受的牵连较轻，但也被停止演出了。你说巧不巧？现在郭德纲也被停止演出了，60年一个甲子，历史难道在轮回吗？60年前铁道游击队的编剧、导演、演员因为歌词太阳快要落山了被批斗，60年后郭德纲因为改了铁道游击队的歌词被举报。面对历史的这种黑色的幽默，难道只有一声尬笑你不想点什么吗？当然这2件事不能简单的划等号，时代也完全不同但是看着这件事呢，总让人忍不住想起那段历史。那些热衷于搞这种举报的人，举报之前你不妨先看看《铁道游击队》这部电影，了解一下这首歌是怎么来的，看看当年的创作者究竟经历过什么。太阳每天都会落山，真正值得你们担心的是，有一天连太阳要落山了，连紫禁城都不敢说了，这样的悲剧绝不能在中国再重演了。况且现在的领导人也绝对不会让自己的父亲在文革中遭受的那种悲惨的境遇再重演了。所以那些打了鸡血的红卫兵的遗老遗少们，那些底层的穷人们，醒醒吧，为了你们的肚子你也得醒醒了。点个订阅，下集再聊。